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的事情比较多啊，咱们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来说。先来看今天的标题：王岐山人口工厂成立，拜登任命变性人高官，习近平制裁蓬佩奥，网军良心发现，揭露海外维稳的内幕。看完令人毛骨悚然。昨天的节目，面具人通过郑爽的事件引出了习近平和王岐山一起搞的卵子超市、人口工厂的事情，对吧？你们也看了。面具人讲完昨天的节目以后啊，心情久久的还是不能平复。我认为这个事儿啊太重要了，毕竟嘛，你说代孕合法化了以后，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下，会酿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对吧？甚至会造成非常夸张的严重的后果。这不但会使社会道德败坏，而且还会导致中国这个民族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面具人我要这么说呢？不是说代孕这个事情不好啊，这个事情存在有它一定的价值，但是呢，就跟菜刀一样，菜刀能切菜也能砍人，你主要看是谁来用的，对不对？面具人我对传媒行业比较懂嘛，郑爽只是个工具人，并且呢，郑爽也没有受到任何比如税务呀、规范行为呀等等各种各样的口袋罪的调查，所以呢，面具人我就可以判断郑爽在这个事情上只是一个工具人，他可能就是配合我党唱双簧的引出代孕这个话题的拿钱办事的工具人。咱们想一下嘛，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如此愤恨郑爽的这种所谓的邪恶行为，那共产党应该直接拿郑爽开刀了，来给老百姓泄愤呀，对不对？你像范冰冰、赵薇那么大的咖都被共产党给整下去了，郑爽这种轻量级的要搞你还不容易吗？好，咱们接着说共产党来把代孕、来把郑爽的事情炒作出来的目的啊。共产党他是想通过郑爽这种博眼球的流量明星引出代孕的话题，并且呢，共产党现在大量的在炒代孕合法化或者代孕不合法化，反正是正反两面都炒，来测试民意，发了各种各样大量的铺天盖地的有关代孕的鸡汤文，并且呢，在这些文章之后结尾的后半段啊，都附上了代孕应该合法化甚至国营化的文字。那面具人也摘录下来了一段，我在油管社区里面也发了一部分啊。来看这张图，这是一间寻常的三室一厅，隐匿在一座高档小区中。推开门，4位大肚子的女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另外还有2位大肚子的女人坐在椅子上，用线串起来彩色珠子用来编织纸巾盒。桌子上杂乱地摆放着牛奶、药、水果以及一些杂物。50多岁的保姆正在厨房做饭。女人们看起来都30多岁，南方口音，有的即将临产，有的刚怀孕不久。她们聚集在这套不到100平方米的民宅里面，同吃同住，由1人照顾1日3餐。唯一需要她们做的就是照看肚子中的孩子。某种意义上，那是价值15到20万元的昂贵商品。每年数以万计的女性涌入地下代孕市场，成为代妈，成为服务那些不孕人群的志愿者。2009年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除此之外，性少数群体、失独家庭以及不愿意亲自生育的女性也构成了代孕的潜在客户。代孕需求连年看涨，代孕中介由此搭建了以孩子为目标的地下交易链，它的灰色产业链庞大且脆弱，风险随时可能会被引爆。毕竟嘛，生孩子有风险，代孕双方的身体与心灵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协议背后的隐瞒与欺诈，金钱与人性利益的交织，催生出错综复杂的代孕乱象。这是官方说的啊，看似官方在做好人，对吧？好，官方揭露这些代孕乱象的过程，我们就不多讲了，都是铺垫，都是各种煽情。我们直接看结尾，图穷匕现的部分啊。在代孕这个复杂的利益场中，
中介、客户、代妈、医生相互牵制，又彼此猜疑。爆料人王毅说，大部分中介都是在赌一次能赚多少利润，如果失败的话就不赔。在我们代孕这行，如果你是秉性差的，你会差到不敢想象。说难听话啊，就是做这个行业的人，如果他黑，他能黑到深不见底。由于客户大多选择分期付款，一些中介呢会让代妈假怀孕，管客户要钱。有些胚胎移植了呢，就告诉客户没移植，或者是移植失败，骗取2次移植费用。有的移植没成功，就找别人的胚胎代替，要到钱以后就说流产了。还有的呢是打着成功的旗号，最后没成就做老赖，做成的呢又以代妈不愿意而找客户要更高的价钱。而代妈这一侧呢，有的为了挣钱，为挣移植费用，怀孕后就中途跑掉，抬高价钱。反正就是大家各自的互相猜疑，互相套。国家现在爆出来这个事情啊，是有它的目的的。你看，私人没有法律约束，私人都有可能代妈、中介、当事人，有的愿意给钱，有的愿意抬价，有的愿意跑，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啊？没有法律约束啊，这些私人中介机构又信不过。好，以后国家来搞，这些人不敢不听国家的话吧？我国家立法，你们谁敢跑，我抓你进监狱，是不是？国家做这个生意最有保障，是不是？有的代妈呢，甚至鼓动全体宿舍集体跳槽，抬高价位，水涨船高，对吧？然后呢，甚至会威胁报警举报公司。有的呢，这些客户做到一半了，不愿意给接下来的钱了，对吧？那这个中介也不好办。所以呢，代孕这行毁约的情况很多，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性别弄错了，生下来是女孩，有些人就拒绝付款，对不对？广东宝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告诉这个新闻记者说，代孕双方与中介机构签订的是无效合同，所以呢，一旦孩子的出生以后监护权呀、抚养关系呀这些纠纷，以及流产，还有中间的这个母亲呀、父亲呀、中介呀给多少钱呀，这些意外事故法律上基本上是不给你负责的。并且呢，很多代孕机构包括个人呀，包括代妈呀，包括搞这个生意的人，最终搞得人财两空的案例太多了。并且还有从事地下代孕机构的医务人员涉嫌非法行医，也会面临这种行政处罚，吊销行医执照，甚至判这种刑事责任。从事地下代孕的中介机构也涉嫌非法经营，非法经营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量了，也会构成刑事犯罪。而对于代孕客户和代妈，法律尚无明文规定。面具人再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那就是2015年12月公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案的修正案当中提出，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不少委员会建议将禁止代孕改为规范代孕，最终呢，草案表决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也就是说，在2015年的时候，禁止代孕这几个字已经不存在了，代孕是合法的，懂了没？现在共产党炒作什么？哎呀，本来我们国家代孕是禁止的，代孕是违法的。你听好，他说的话是本来，他没有说现在、以后以及将来代孕是违法的，懂了没？其实在2015年，代孕违法这几个字已经删除了改为规范代孕了，懂了没？规范是什么意思？你民间自己组织的代孕就是不规范的。什么叫做规范？共产党搞的就是规范。什么叫做王法？共产党就是王法吗？你在中国，你敢不承认吗？你别说你是小粉红，你不是小粉红，你在中国，你说中国有法吗？你敢违抗一下你的上司吗？你敢违抗一下你的村长吗？村长杀你全家，你的市长杀你全家，不违法。但是你扇他儿子一巴掌，你就是违法，懂了没？在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明胜看来，因为医学原因确实无法生育的，可以考虑非商业化的公益性代孕，由亲属或者是生育过的志愿者自愿报名后，在符合条件的正规医院进行代孕。
医学伦理委员会等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同时给志愿者合理的补偿。看到了吧？这个医学伦理委员会就是为了负责代孕这方面的业务的，懂了没？而且上面说了，在符合条件的正规医院进行。什么叫做符合条件？那你跟这个官员关系好了，跟国家搞这个公私合营了，不就是符合条件了，对吧？私人搞的就不行。哎，确实私人搞的没保障，对不对？咱们也承认。但是你国家搞这个事情，中国这么腐败的官场，你能确定它不出问题吗？你能确定这些官员搞的就能比这些私人搞得好吗？对不对？而且他说了，给志愿者合理的补偿，那就是说这个中间也是钱人交易嘛，对吧？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2015年12月公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正案，提出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将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些委员啊，他们很多人都建议将禁止代孕改为规范代孕，所以呢，这个草案就删除了禁止代孕，等于说现在代孕是合法的，懂了没？然后呢，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又已经说了啊，现在啊，大家有志愿者、有意愿的，或者是身体有缺陷的、有这方面病的，就可以搞，对不对？所以呢，观众朋友们，通过国家的这些举动，你就可以看出来，国家是想要牵头搞代孕这类事情的。国家现在的意思就是，我国家禁止不禁止，这些私下的黑代孕呀、黑中介呀，都在胡作非为，对不对？这个灰色产业链现在管不下、止不住啊！不管我国家禁止还是允许，这些私下的产业链都存在。所以呢，怎么办呢？那好，我国家统一弄，严打严查，然后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来找国家呀，对不对？国家品牌来背书，信得过，统一管理，统一代孕，统一生育，是不是？其实面具人，我大部分情况下是不相信国营搞的东西能比民营搞的东西要好多少，因为有时候国营搞的东西态度更差，服务更烂，因为国家是垄断的，不受竞争，所以你爱弄不弄随便，你不弄你找不到第二家无所谓，对不对？面具人不是不支持代孕，我支持，并且呢，我支持这些科技用来造福于人类，比如说那些实在是有生理缺陷的，没有办法生育的代孕作为不孕不育的人搞得实在没办法的替代措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呢，如果代孕这玩意儿让共产党来弄，那共产党官方肯定不会说是用这种方式来刺激人口呀，对吧？但是共产党会用，比如房贷、彩礼、买房买车，推高房价、物价，让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结不起婚，一结婚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呀。当然结不起，那结不起婚以后咋办啊？没有孩子给养老了咋办？中国的养老全靠孩子，并不是说靠你的福利、靠你的养老金、靠你的保险，靠这些东西能养得了吗？你来告诉我，对不对？现在医保能报几个东西？那医药费这么贵的情况下，人老了没体力了怎么办？这个房子70年就要买一次，70年就要买一次，对不对？儿子、孙子、子子孙孙还要买房，还要奋斗，等于说你的家庭永远积攒不起来财富。那你必须要养儿防老呀，对不对？老了没人管你咋办？代孕呀，对不对？你结不起婚你就代孕，这个方法看起来是给很多底层结不起婚的人的一个好出路。没办法呀，这个代孕就是生子养老的很好的替代的选择了。你结婚结不起吗？于是呢，国家把这一块的生意一做起来，再配合各种文宣宣传的欣欣向荣、感恩情怀、感谢天下，大家其乐融融，你有我有他有，大家都有孩子，对不对？地方官员也争当代孕模范城市，地方官员有收入了以后，地方官员维稳就更加积极，而中央呢也解决了人口老龄化、新生儿不足的问题。那中国现在的新生儿少，是因为结婚压力大，那现在不一样了呀，不结婚也能生了呀，你不用买贵的房子，不用付昂贵的彩礼，对不对？面具人之前说过王岐山的卵子超市的事情，其实呀，这个卵子超市
啊，代孕呀这些东西对富人来说没什么压力，而且也是个好事儿。人家富人可以直接从基因层面筛选最好的后代，人家富人还能免除怀孕、坐月子、做手术、分娩的痛苦，直接借别人的肚子把孩子怀孕怀好了以后生下来，自己拿回去养就行了，快捷便捷。那底层人呢也能多一个赚钱渠道，底层人帮富人，或者是帮有需要的人代孕，这样底层的人就可以获得一些金钱来养家，不至于自己饿死。而上层的人呢，就是这些底层人民活命的金钱的来源，知道吗？哎，你别说不信，别说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现在还没合法呢，这么多的人想赚钱的，想卖身的，想通过这个要孩子的，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灰色产业链了。如果合法了以后形成了一种潮流，那面具人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把这个当成正式的职业，也没啥嘛，能赚钱嘛，我又不偷，我又不抢，我靠自己的身体自带设备搞生产还不行吗？哎，底层的女性连身体都要成为为党敛财和生产的工具了，这个画面面具人我真的不敢想呀。以后的中国人呀，就是拿着数字货币被共产党网格化管理，然后呢，男的娶不到老婆，女的搞代孕，每个人就像那个猪圈里面的猪一样，这样圈养着。为什么说是猪？因为它可以通过高科技大数据把所有的人洗脑，把这些人搞得连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都没有。大家脑洞一下这个画面啊，农场里面一排排的人住着楼房，然后被圈养着，被监控着，从早到晚都有大数据把人们盯着，每个人都没有言论自由、生育权，而且呢，还要给共产党拼命的干活干到死，维持共产党的贸易优势。最后呢，到了养老教育还要自己负担，自己给共产党生孩子，生完孩子下一个新的轮回继续开始。这个代孕合法化以后，那就恐怖了。以后中国人就只有奴才和主子的区分了，并且呢，这个区分很可能是先天的血统隔离。比如底层人没钱结婚，无奈选择代孕，那么底层人就只能选择那些体能高的、智商低的作为怀孕的后代。然后呢，人家权贵代孕可以选择智商体能都高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搞物种隔离了。就像人和狗的区别，人家天生下来就比你聪明，并且呢，底层以后很容易这些近亲繁殖之类的会越来越弱。那国强必须民弱嘛，是不是？但是人家贵族们啊，有自己的独立的基因库识别系统、警报系统，人家有独立的数据库。底层们代孕没得选，能让你有后代给你干活养老都不错了，对吧？啊，人家贵族爱咋就咋嘛，人家是贵族，你不是贵族，你是牲口，你是奴才啊。所以呢，你们不用担心，以后代孕啊，全权交给国家统一办理，人家贵族就可以选择最优的后代，自己呢也免除了生孩子的痛苦，借别人的肚子用一下嘛。哎呀，你底层呢，睡吧，啊，继续的做你的强国梦。面具人，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都有那些农村的穷的实在是过不下去的女的，有的还被同村的人骗出来说去大城市打工，结果骗出去当小姐，对吧？然后你看这些很多没钱的女的，现在代孕没合法呢，偷着捂着坑蒙拐骗的都要去干这个，去骗点钱或者是维持生活，每个人都不容易，对不对？那以后合法化了，这个成为职业没啥呀。面具人我想一想啊，就觉得恐怖，真的。底层人越来越没得选了，强国就要弱民，一个强大的政权一定是有一帮弱智百姓把它扶上来的。商鞅武术怎么说的？弱民、疲民、辱民、愚民，对不对？那如果老百姓都强大了，老百姓都聪明了，政客们出个啥政策都被老百姓拆穿了，政客们干个啥，老百姓就能把它掀翻，你觉得这个国家还能胡作非为吗？而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人，不管你是用数字货币割他们的财产，清洗他们的财产，还是说用代孕
来让他们的子孙后代万劫不复。观众朋友们，你们还真别不信面具人我预测的这种恐怖的事情不会发生。老观众都知道，面具人我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的。比如美国大选，面具人说民主党拜登大概率会获胜，结果呢，你看面具人我从头笑到了最后，不像那些川粉如丧考妣呀，是不是？然后呢，面具人我说这个疫情会全国轮流玩一遍，实现了吧？然后呢，面具人我还说数字货币会慢慢的渗透到你们的生活中，把你的钱替换掉。你看现在中国啊，它降准放水都是通过数字货币来完成的。然后呢，面具人之前还说这个中共的利率改革，房贷利率选择浮动利率还是选择固定利率？哎，那个时候看面具人节目听面具人我话的人现在已经赚了，就跟看面具人我节目听面具人说拜登会赢，很多人压住压拜登，赚钱了，是一个道理。选浮动利率的人现在已经开始亏了，选固定利率的人把钱保守住了。你看这张截图嘛，有没有人发现利息涨了？国民银行的农村信用社也涨了，涨了30块左右呢。他说啥？我涨了60多。这样呀，我们选的固定的，嘿嘿。然后呢，其他人没选固定的，有涨19、涨30、涨60的，大家都开始后悔了，早知道选固定的了。面具人，我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早知道，有的只有你的智商。中国老百姓全部都是依然拍手叫好呀，厉害了我的国呀，对不对？天天春秋大梦的做着，然后呢，醉生梦死的岁月静好的活着，是不是？你看中共现在都开始带节奏，让大家别回家过年，加班挣大钱。那如此一来中共的人口劳动力压榨出来的优势又变大了，对不对？本来呢，按照常理来说，往年过年至少半个月、1个月，这些工厂呀、用人单位呀是瘫痪的，对不对？那现在不用了，现在1年12个月，完全的全部的运转，是不是？这对人家西方资本家的诱惑力又变大了。经过这次疫情中共呀，这个统治呀、集权呀，变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一场疫情以后，中共成为世界最终的赢家。希望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出行，尽量留在现工作地、居住地过年。目的地为大连的拟入境人员和域外拟来连人员，应提前72小时向目的地所在的社区村如实申报个人信息。同志别走加班，还有即将过年留下挣钱，乡亲苦路费贵，留下加班这才对。说说话聊聊天，出门就是2、3千，不如加班挣大钱，挣大钱。好了，来说说有关拜登的新闻要说拜登这次当选，还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历史上的第一次，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了。贺锦丽不仅能够代表女性，她还能代表亚非族群，她是个印非混血，同时呢，代表了很多亚洲非裔的少数人群。这样的多元化团队也为拜登在竞选期间赚足了路人缘。不仅如此，拜登还是史上首次任命了一位变性者官员雷切尔·莱文的总统。1月19日，拜登团队宣布任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长莱文为联邦卫生部助理部长。莱文预计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个担任联邦政府官员的跨性别者。
大家看图啊，就是图片上的这个大哥还是大妈我们就叫他大哥吧，不，大妈吧。当然了，我们不能因为其性别就否定他上班的权利啊。性别这个问题，面具人我也比较保守，很多人是自由派，很多人是左派，对吧？他们认为有自己选择性别的权利，就像那个金星一样，对吧？其实呀，很多华人右派都开始歧视这个大妈。那面具人，我认为没必要啊。首先呀，大陆不也有金星吗？很多大陆人不也崇拜金星吗？当偶像吗？对吧？其实呀，这个个人的性别不重要，我们主要要看这个人的专业资质，看看他的能力是否适合担任这个岗位的职务。如果他是个专业技能很强的人，他能为这个职业、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他的性别那只是他私人的事儿。Rachel Levin，1957年出生，是美国的儿科医生，自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的局长。他也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医学院儿科学和精神病学教授。他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内科医生，也是美国少数几个公开的变性政府官员之一。他创建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好时医学中心的青少年医学科和饮食失调诊所。这个人的专业资质是没什么问题的，专业医生。但是面具人，我考虑他胜任这个职位的时候有2个尴尬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的性别确实会让很多极端保守主义的人不容易听他的命令，从而导致他的很多防疫政策无法非常好的执行。这就是面具人我的担忧。不过还好，这个人只是个副职，也就是说他只是负责具体的打杂办事的，并非大领导，所以呢，这方面的担忧会削弱一些。那宾州的疫情控制的也算是勉勉强强吧，不上不下。但是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个大哥大姐。推特上面的一些左派华人也过度吹捧这个大姐了。这一次拜登政府团队中有2个不一般，一是贺锦丽成为美国的首位亚非裔女性副总统，二是卫生部部长这个助理部长是个变性人。这是2个第一，让诸多拒绝差异、不包容的群体气急败坏。他们都是需要从别人身上寻找优越感，从男人、女人、非裔、拉丁裔、亚裔同性恋甚至变性人这些长长的鄙视链没有因为移民而到新世界了以后而断开，他们还是歧视。这些是左派说的其实面具人我是进步保守主义，我还偏右呢。很多人觉得面具人我左你们想想，我面具人还是偏右的，你们再觉得我左，那你们要右到什么程度？你们自己想想面具人我测过，我是进步保守主义那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我不太管它什么多元化呀什么性别呀啥的，哪个为社会好，哪个有贡献就弄哪个，知道吗？很简单，我不反对，我也不歧视。当然了，我也不提倡那些左派所谓的形式化的表演，好像专门为了多元化，为了这个性别支持或者是种族支持，故意的不看能力，专门的去贴标签去运用这些人。那面具人我觉得这反而会加重歧视，加重矛盾，对不对？好了，再来说咱们今天的重磅话题面具人说了，拜登总统就职以后，我要出一个节目，专门来揭露这些网上的骗子、造假方面的内幕。这几天呢，这些大外宣们的任务完成了，他们于是呢开启了奔丧模式，都说自己掉粉了，播放量不行了。那面具人先给大家看这段视频看完了以后，你们就知道这些人有多么的虚伪了。中共海外的民主人士的网络调动能力非常强，那绝非是个人能做到的。比如说一夜之间他就能多出来几百万个川普头像的账号，一夜之间就能把一个无名小辈捧成新的民主战神。咱们再结合这些民主大师的播放量，你们仔细观察他们的播放量清一色的点赞和播放是10:1左右。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就能想明白了，现在翻墙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浮动变化不会超过上下50%吧？油管的观众你们看好了，文昭2年多前的视频平均播放量只有10几万，
而且你看它的点赞，10万的播放量，点赞才1000多个，那这是油管的正常模型。但是你们看到现在文招的播放量啊，随便一个视频50、60万、70、80万，并且呢，咱们就算上港台的观众，但是港台观众的基数权重并不高，而且人家不太喜欢看咱们普通话的节目，尤其是香港人。台湾人能凑合一点，但是台湾本土的政论节目都已经看不过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的人数并不能算为主流啊。能看咱们这些大陆人讲大陆节目的，或者是说普通话的，更多的是来自大陆的观众朋友。那你说港台的观众有没有？有，但是占的比重非常小，而且因为语言的问题，港台的观众的播放完成度、观看时长不会很长。所以呢，这个视频推给港台观众的概率就会非常低。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大陆这边的翻墙人数，按照文招的播放量的上涨，是不是大陆这边的翻墙人数涨了3倍到4倍？仅仅是因为疫情到大选期间，你的粉丝就涨了20万、30万、40万、50万，你觉得现实吗？可能是你运气好，爆发了。你粉丝涨了，但是所有的挺川博主，他们的粉丝都涨了至少5到10倍所有的人都爆发了，所有的人刚好又都是挺川的，还是说这些人吃多了，把每个视频翻来覆去的看？那翻来覆去的看，油管是不计算播放量的，那等于说习近平严打翻墙软件，封杀 VPN 的这个力度效果不好吗？翻墙的人越封杀反而越来越多了，并且呢，你看现在的观众好像非常的激情，他的热情很高。文招的节目原来10万的播放才1000多个赞，现在的节目10万播放1万多个赞。难道说现在的人都是没事手闲了，看视频的时候喜欢撸2下赞吗？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赞都是假的。你们看好一个细节咱们不要光看点赞，咱们来看点彩。好，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点彩来看这张图，上面显示了10万多的播放量，200多个彩。好，再来看这张图，上面显示了28万多的播放量，400多个彩。也就是说，按照算法模型来看，10万多的播放量有200多个彩，20万多的播放量也就是400多个彩。前几年和现在点彩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那观众比例是正常的话，等于多出来的赞是假的。为什么？你们想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之前10万的播放量只有1000多个赞，现在10万的播放量就是7、8千、1万多的赞呢？这多出来的赞是哪来的？难道说这些观众没事有事喜欢撸2下，原来不喜欢撸？猫神老黑的赞更夸张，能达到15%甚至是20%的点赞比，有时候7、8万的播放量能有1万5、2万的赞。咱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同样彩的比例差不多10万200，但是这个点赞怎么多出来了10几倍？原来是1000多个赞，现在是1万多个赞。从10万播放量1000的赞变到了10万播放量1万的赞，甚至更多。按照比例放大，多出来的赞和播放那就是假的，尤其是赞。刷赞好看吗？谁没事有事会去刷点彩嘛，对不对？除了卖惨之外，有目的性的刷彩，或者是这个人造谣的严重，观众看了以后有怒火，给他点彩。除此之外呢，一般人是不会给你弄出来一大堆的彩的。油管它是有自己的算法模型的，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其实油管它的推荐算法都是有一定的区间的，什么人喜欢，什么人不喜欢，它都是有自己的大数据模型的。也就是说，它针对每个作者有一个衡量标准，每一个作者都是通过这些大数据给你筛选出来哪些人可能会喜欢。当然了，这些人喜欢的当中也不是100%都喜欢，会有一定的人是不喜欢的。这个不喜欢的误差，油管也是有它的算法的。所以呢，你看我给你列举出来了这么多的人，点彩的比例是一样的。数据夸张的异常，
那就是等于超出了油管的算法的。像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都是有自己的一套章程的，有一套自己的运行系统的，你不可能说你牛逼，你超出了人家的系统限制，懂了吗？我们每个作者都是被这些系统和章程严格要求的。你不信，再来看这张图啊。好，来看吴建民这个点赞啊。2017年11月21日的视频，171万的播放量，点赞是4000多个，点彩是3800多个。好，记住这个数字啊。我们再来看他前天发的视频，2021年1月15日发的，播放量只有7.8万次。然后呢，点赞就已经有4000多个点赞了，点彩的只有115个。那点彩的模型差不多和文招的基本上是一样。那7万多是100多个，10万的播放量，点彩也就差不多接近200了。但是这个点赞呢，又几乎达到了10比1。你7万的播放量，点赞都已经比170万的人观看的点赞还要多。那等于说，原来的视频多出来的170万人都是傻逼吗？是不是？还是说你现在的这个视频多出来的这些点赞是有问题的？好，继续回到文招的话题啊。咱们按照常理来说啊，老视频有传播度、有名气，文招大师的节目那都是精品呀。怎么老节目不怎么涨赞，新节目呢，这个赞涨了几十倍？当然了，老视频时间久了被人淡忘了，能理解。但是面具人想要在这里说啊，咱们都是大陆人，港台人看不懂大陆人的这种玩法，能理解。大陆这边的什么刷单呀、双击点赞666呀、微博刷粉呀，这些都是大陆网民能看懂的基本操作了。怎么大陆人这个把墙一翻，智商反而降低了呢？其实这些刷赞呀、点赞呀、播放量呀、留言呀，都是再 low 逼不过的摆地摊的骗人玩法了，对吧？好，再来看这张图啊，48万的播放量，点彩的人数居然和28万的播放量的点彩的人数差不多。可是呢，48万的播放量，点赞人数只有1万出头，28万的播放量，点赞还有1.4万呢。你这48万的播放量，点赞还不如28万的播放量的点赞多啊！那你说点赞的人都差不多了，甚至更少，那这多出来的播放量，这些人难道说习惯又改了，又不喜欢看视频的时候撸2下赞了吗？多出来的20多万的播放量是咋回事呢？你没办法解释这些种种的怪象吧？其实观众朋友们，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其他的一些非政治类的博主啊，他们的点赞点彩都是非常稳定的，有固定的比例的。但是你去看这些人啊，政论的大外宣啊，他们的点赞点彩时而高时而低，而且呢浮动都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可以达到上下50%到100%，有时候夸张到300%。那这些明显是不符合油管这种大型科技公司的整体逻辑的，因为它要调动网络资源，它不管从算法推荐上面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模型的，不可能说每个人的数据都是乱的，知道吗？很难理解这种怪象吧？其实你们作为外行来看内行，难理解不怪你们。你们想要知道这中间的奥妙，你自己去开一个油管号，发视频，看看油管的规章制度，研究研究就能明白了。其实呀，这就跟淘宝刷单是一个原理，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爱跟风的毛病。一看成交量高啊，就买这家的；一看播放量高，这人讲得好，讲得牛逼，看他的。并且呢，这种假流量可以骗过油管的系统，让系统增加它的曝光度。反正面具人在这里提醒大家，做人要光明磊落，不要弄虚作假。这种能骗过油管的系统的精密的团队性的大刷流啊，在油管上面非常常见。民主大师的点赞点彩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型，
想看他们的真实播放量，看点彩就行了。他们的点赞啊是异常的乱数，并且呢异常的高，比其他的正常博主的点赞要高。但是呢，他们的点彩又和其他的正常博主的比例差不多。那么问题就来了，普通的个人可能有这种科技吗？并且这种科技要足够强大到能够骗过谷歌的审查。并且呀，你们看这些人都在带节奏，只要是攻击美国政治的视频、造谣或者是煽动美国内战的视频啊，播放量和点赞比就跟蹦极一样的升高了。但是呢，讲到和中国人有关的新闻，反而呢播放量又是蹦极似的降低了。难道说这个讲中文的人更关心讲英文人的节目吗？难道说中国人这种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比起关心自己中国人的事儿，更关心美国人的事儿吗？不现实吧？这就叫做带节奏、舆论控盘。你们去观察他们这些民主大师的视频，很容易就能观察出来规律啊，并且呢，这个规律是完全和谷歌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规律，你们仔细去看嘛。只要是讲煽动美国内战、煽动美国分裂、造谣美国政治的，哎呀，那个播放量、那个点赞、那个留言呀，下面一堆的舔屁眼的机器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做这种事儿很符合中共的利益呀，懂不懂？这样才有狗粮拿，这样中共才会用科技帮他带节奏，帮他刷的感觉他是个名人，名利双收嘛，对不对？并且只有中共有这个能力和意愿，对不对？普通个人不可能有这种科技。看完了吧？这些人数据造假，那肯定是板上钉钉的。而且咱们想一个逻辑啊，这些人造谣说川普绝对连任，大选完了以后，他们还继续骗了3-4个月。于是呢，到了今天，拜登彻底上任了以后，骗不下去了。很多人发现自己被骗了几个月，甚至被骗了几年。那大彻大悟以后，取关是很正常的事儿。然后呢，再就是共产党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共产党现在需要再搞一批捧杀拜登的博主。他们有黑历史，再捧杀拜登就太假了，没有信服力了。所以呢，他们无法完成共产党继续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游戏，玩不下去了。所以呢，共产党把自己的机器粉收回，留着给别人用，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面具人，我说这些人当中啊，级别不高的掉粉掉流量，那是很正常的事儿。面具人，我这么牛逼，我单凭实力啊，我也就是1-2万、2-3万的播放量。他们这些人呢，你看啊，没有黑科技刷了以后，很快会掉到啊，连面具人我都不如。当然了，面具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啊，你们喜欢听啥我讲啥的。我从来讲的是一个我作为心理学者，我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人，我该说的，我认为对社会有贡献、对学术价值有贡献的话。学者如果要有立场，那就不叫学者，那叫奴才，知道吗？学者说的话只是会根据科学来说的。哦，对，面具人，我还有2张截图啊，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先看这张，特朗普走了，我也走了，接触了各类翻墙和涉外软件2年多时间，起初很兴奋，以为可以了解到世界的真相，但结果呢，充其量只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而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顾事实，成天意淫，浪费了本人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更甚者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乃至绝望。年年说三峡大坝要垮，当然了，面具人当年也说过三峡大坝有可能垮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大家要做好一个底线思维啊，我没有说一定会垮啊。所以呢，这些五毛不要给我扣帽子啊。来继续看啊，年年说国内要断粮，这个事情面具人我没说啊。年年说国内经济要崩，这个事情面具人我也没说啊，我只是说数字货币会替代你们口袋中的钱，而且呢，我说的这个话也实现了。一会儿我再给你们看张图，咱们先看完这个啊。天天说6·4要建国，天天要说川普必胜，邪不压正，你们都他妈的
何尝不是谎话连篇，意淫成害人不浅呢？啊，意淫成性，害人不浅。你们这些人都是另外一个邪恶的打着民主旗号唯恐天下不乱的龌龊流氓组织，实质性和共产党无区别，只是规格更低，力量更弱，但你们一样邪恶。再见土豆。这个人说的话，我不知道是他觉醒了，还是说他是五毛反串啊？但是呢，确实泼凉了很多翻墙的人的心，而且呢，还有更夸张的言论呢，在群里面说啊，以后不翻墙了，这世界没有真相了。甚至这些法轮功群里面，很多人都在带这个节奏啊，说海外的都是假的，美国的大选都是假的，世界民主已经没有了啊！大家都不要看世界的这些言论了，不要看墙外的言论了，都是假的。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很奇怪啊。你说这些傻逼们，看哪儿的言论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没有权利让别人不看，你也没有权利逼着别人看，并且呢，你自己想看啥你就看啥。但是呢，你看完了以后，你不要怪罪这个世界。你看完了以后，你自己的辨别能力在哪儿呢？对吧？你自己傻，你自己上当受骗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被骗了以后，你就应该多去学习知识，多增加自己的见识，来防止下一次自己被骗。当然了，你在哪儿都有可能被骗，你并不能说你在哪一个地方被骗了，这个地方就是坏的，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懂了没？总体来说呢，人家民主还是比这个独裁集权要好得多，对不对？你并不能说，因为这些骗子造谣，你就不看这些了。如果说你因为骗子造谣，那面具人，我告诉你，骗子造谣就是为了把你们恶心回墙内，懂了没？他和共产党是一伙的，懂了没？那你听了这些骗子造谣了以后，你不翻墙了，你以后回去好好爱你的党了，符合谁的利益？那么我们站在利益的角度上来看，那这些骗子造谣把你恶心回墙内，是不是也很符合共产党的利益？那我们看人属于哪一派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看他做的事情符合谁的利益，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属于哪一派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世界的真相并不是说谁告诉你的，是靠你自己去挖掘的，懂了没？你的大脑长在你的头上，没有长在我的屁眼里，懂了没？你们看完这些言论就能明白，这些人说的话很明显了啊，就是要你们以后不翻墙了，让你们认为海外说的话也都是假的，甚至不如共产党。但是观众朋友们，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就像郑爽的这次事件一样，都是炒作，就跟轮子呀、民运是一样的，造谣的是他们，辟谣的还是他们，让你们听话的是他们，让你们不听的还是他们。其实呀，不管造谣还是辟谣啊，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有人为政治，有人为钱，很简单呀。他们说话的人不傻，你们听话的人迷信，你们听话的人盲从，那就是你们傻，你们蠢，懂了吗？面具人这里还有一个网军良心发现的爆料，给你们看这些截图啊，你们看完以后就能明白，墙外真实的世界原来离你们很远。跟大家交个底儿吧，我是一名共青团负责外网的工作人员。大家可能不知道，绝大多数境外极端反华言论都是我们发表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抹黑那些有良知、有感召力的公知和意见人士，因为他们其实只是反党，或者只对一些政府工作的问题发表不满，或者是仅仅追求基本的一些公民权利，这些权利其实也是合法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很难挑出这些人的毛病，引导舆论的成本太大，而且说实话，我们的网评员队伍整体的素质都不高，基本上都是学习不怎么好的，干其他事儿没出路的人，还有一些服刑的犯人。说实话，要不是为了生计，我也不会干这个的，也请大家理解。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了，我只能告诉大家，什么图纸言论其实都是我们发明的，目的就是让观众产生反感，扰乱他们的情绪，让正常的讨论无法进行，就是大家俗称的反串黑。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工作人员用起来这些不堪入目的词语时，居然能够得心应手，甚至还很有创造力。这时我不得不怀疑，他们不是因为工作才说出这些话，
而是自己内心里就认同自己说的这些话，这太可怕了。谁能想象上级对这些做法一点都不介意，甚至有一个领导看到我们汇报截图的时候还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个屠杀支那人的创意不错，支那人都是猪，哈哈哈。那个领导听说还得到过习总书记的接见，不知道总书记知不知道我们在底下这样搞？难道说知道？想到这儿我就不寒而栗。特别是我们拿着国家的钱，也就是从老百姓牙缝里面抠出来的血汗钱，每天就干这种下流的事情，对社会没有半点好处的事情。每当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有一种扭曲的不真实感。我的月薪是8000块钱，我们单位打扫卫生的阿姨一个月只挣3000块钱，从来对我们都是笑脸相迎。而她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些她眼睛里面的体面人，干的却是最肮脏的事儿。这次肺炎刚被网上爆出消息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围攻举报那些关注这个事儿的言论。当时上面的任务就是引导加封杀。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传谣不信谣，把事实打成谣言，然后把提出质疑的人都打成公知美分。后来形势实在捂不住了，变了，我们就接到通知，赶紧把那段时间的记录都删了。领导怕留下什么把柄，毕竟我们知道掩盖疫情就是上面的决定。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人去降低疫情影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压制疫区的求助信息。因为这个事儿实在太缺德，而且呢不能通过往常的工作室签约的公关公司。顺便说一下，这些公司每年拿政府大笔的所谓宣传经费，实际上呢基本上都是领导的关系户开的公司。然后呢我们只能偷偷的干那些引导那些自干五和小粉红去干。我们一个湖北的同事自己家里面人都感染了，然后领导还要让他去组织控评。据说那个同事当场崩溃，在群里和领导骂了。后来呢领导就把这个人拉黑了，而且还告诉技术部门这个人是高危关注对象，注意监控。你们看完了吧？现在应该知道面具人我之前一直给你们爆料的，说什么煽动仇恨呀、杀光支那人呀，这些话其实都是中共五毛特意派出来激化海外华人与海内华人、两岸华人、台湾人、香港人与大陆人之间的仇恨，让大家互相隔离开来，形成自己的小团体，好被网格化管理，好被维稳的一种网军带节奏煽动仇恨的维稳方式。你们现在知道了吧？那面具人我告诉你，能信这种言论的人都是傻逼，没有一点思考能力，没有一点纵深思考能力的人。你想嘛，你跟别人搞仇恨，你最终能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你的主子能得到好处，你的统治者能得到好处，你自己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你等于你自己把你自己孤立了。人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朋友多一点总是好事儿，总比你多一个仇人想杀你要好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台湾的什么煽动仇恨的节目，包括大陆的什么煽动仇恨的节目，面具人我告诉你啊，背后基本上都是中资的啊。有些人呢我都不想说了啊，真的，毕竟大家认识一场啊。哎，现在你们相信了吧？你们不只是生活在虚假的流量当中，你们还生活在虚假的编织梦里面，虚假的言论里面啊。然后呢，你看这些流量啊，你不信的话，你看面具人，我给你说，像猫神呀、老黑呀、奶爸呀这些积极造谣的人啊，他们现在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接下来的播放量都会猛降，直到他们下一个舆论战场的开启。那就是舆论战场在台湾。台湾现在啊，马上就要经历什么罢免呀，什么武统呀，什么继续煽动两岸仇恨呀，什么甚至接下来的2022年的9合1大选呀，对吧？这离华人更近，这个更容易煽动，他们在这个时候更会激活起来，继续流量刷刷刷刷刷，懂了没？啊。面具人，我讲台湾啊，我不会是因为我的粉丝喜欢听什么我就讲什么，我不缺那点钱，懂了没？我只喜欢吸引跟我一样有脑子有智商的人来提高智商。
不是说我提高你们的智商，是大家一起提高智商，懂了没？你们也能提高我的啊！咱们这些人啊，下棋就要跟高手下棋，这样自己的棋艺才能进步。你整天跟那些动不动啊生气在地上打滚、掀翻棋桌、耍赖不玩的那种臭棋篓子啊，你跟他们下棋，你只能越下越臭，对不对？满嘴喷粪的人还会下棋吗？哦，对了，还有习近平制裁蓬佩奥的新闻，对吧？其实呀，这也没啥好讲的，形式而已。一边呢达到了国内维稳出气的效果，毕竟嘛，蓬佩奥已经塑造了好几年，他是这个人类公敌嘛，现在终于把这个人类公敌制裁了嘛。一边呢也是给民主党做样子，你看我现在跟共和党切割了，我现在也批斗蓬佩奥了，我帮你民主党出气，对吧？反正中共没有制裁川普嘛，对不对？咱们剩下啊就接着看，中共接下来肯定是会给民主党服软的，因为民主党的阴招太多了，知道吗？一说到民主党，可能有这些台湾的绿粉就会给面具人说，哎呀，你不是说人家那个民主党记蔡英文的仇了吗？记蔡英文的仇那看我们的这个驻美大使都去了在墙外还拍了一个小视频。好，这是一个大秘密啊！你们认为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面具人，反正我这里掌握到了一手情报，你们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用在这个屏幕下方你给我留言，真的或者假的。咱们记住这句话，我在另外一个视频我会亲自来看看是你打我的脸还是我打你的脸，你只需要在屏幕下方留肖美琴在这个录影你不，你直接留言，你就说真的还是假的。记住啊，我们再看下一个视频半个小时后上传，拜拜。